我跟你们说，当你的伴侣莫名其妙开始减肥，肯定不是好事。哎，你们是不是以为他这样的男人应该是最可以放心的那种？不然呢？趁我出差，背地里已经开始主动约美女了。前2天我和他一起陪孩子出去玩，报了个舞蹈兴趣班。刚开始人不爱跳，跟我说，我有这个特殊的人设在，就是各种运动天赋异禀，用你们的话说也叫苗子。我觉得这个人设咱们不要破坏它。我说你想多了，苗子，从你给你肚子上的肥肉助长开始，你早已给自己拔苗了。我咋劝都不行，直到舞蹈老师出现，一个甜美的微笑，苗子自己就上场了。哎呀，跳的那个认真呢。第2天我出差去，人自己带着载达就去了，还跟老师讨论。我觉得我的气质更适合 jazz， 而不是 hiphop。比起这个街头流行元素，我更喜欢那种魅惑张力。然后认认真真跳2点都不下课。关键是吧，他是奔着上次那个老师去的，这次这个他不是一个人，他都没看出来。舞社的人给我发视频说，哎，你老师自己来了，你咋没来呢？我才知道这事儿。你看看跳的，就是忘情，就是认真。哎，你看咱这苗子，落枕中带着丝滑，油腻中透着谄媚，紧紧跟随着老师，但没有一个动作做一样。你说他是怎么做到的？就再来一首循环往复，这涂鸦艺术随身听跳高几度，随着音乐和我跳得嗨。他回来我就问他，我说啊，听说你跳舞去了？说我得减肥。我说我天天跟你说减肥，你咋不减呢？他说你不鼓励我，人家老师说我了，他说你瘦了也挺帅，就是我不带劲了，按着 I'm handsome。我说这句话里那个也呀，在汉语中不是递进，是假设。他说的意思是 if you are thin， 那么你可能handsome，不是 not only you are thin but also handsome。人不信，说我挑拨，明天还要去。哎，就我这么一个铁岭石油小公主，伦敦说唱小王储，江湖 battle 小傲骨，婆媳矛盾小教母，敢问这么一个人物哈，这些年在江湖中到底犯没犯过虎，挨没挨过赌，有没有过自叹唏嘘的低谷？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个我曾经跟我学校同学商量好一起投身捍卫女权的行动，最后张彩玲临时掉链子了，用一把刮眉刀把自己刮成走狗的故事。这个事儿让我办的吧是相当不讲究了。我为什么就这么掉链子了呢？这个世界上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亚当受不了夏娃的苹果，嫦娥受不了生活的繁琐，吕布受不了美人的婀娜，黛玉受不了凋零的花朵，尔康受不了聒噪的金锁，彩玲受不了别人的拱火。这个事儿吧，就纯属是拱火拱出来的。我们学校呢，每年开一次学术报告的研讨会，就算是系里最隆重的一个事儿吧，大伙儿都正装出席，完全系的人都到场。开完会以后呢，还有个酒会啥的。完那年这个大会之前呢，就我们系这几个就是比较愤怒、比较激动的女权主义者们，相当于时代的弄潮儿吧，他们算是就先张罗了一个小会。小会呢，主要内容就是针对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化对女性的这个单方面要求做出抵抗。用白话说，他们的点就是啥呢？就凭什么他们认为就是女性在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需要化妆、需要穿高跟鞋、需要去毛，咱们就照做呢？他们是谁？他们凭什么？我当时就一被这么煽动，我火就上来了呢。离离原上草，就怕被火燎嘛。我当时也来劲儿了呢。哎，真的哎，他们是谁？他们凭什么跟他干？完，他们就拟定出了一个计划，就是说在下周这个学术研讨会上，女生都不化妆、不穿高跟鞋、也不去毛，上台。但是你不得突出强调你这个点嘛？所以就每个人还照常穿裙子，因为你要穿一身西服上去，别人也不知道你想表达啥意思，对吧？我当时那怒发冲冠的，让人拱火拱的。我说行，没问题，我现在开始我就不脱，我攒着，到时候梳俩辫出场。新时期新女性，毛发档期自己定。结果开会的头一天呢，我就有点怂了，就不让化妆、不穿高跟鞋的事儿吧，我还没啥事儿。就我这个恨铁不成钢的颜值啊，咱说实话，也不是说一管口红和一双高跟鞋就能救得过来的问题。有人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真问题。那能用化妆品和高跟鞋解决的磕碜也不是真磕碜。这俩事儿行，我可以做到破罐破摔无所谓了。但是这个穿裙子不脱毛的事儿，我想想就细思极恐。你说到时候我上台了，完事儿我做 PPT， 然后投影仪一打，我被投射在屏幕上的投影带一圈虚边儿，你说观众以为机器嘚瑟呢。完我就发短信问人家，我说这事儿还算数不？人家咋不算数呢？完我吧也是有一点江湖情怀的，觉得现在掉链子确实有点丢人。完我就硬头皮去了，我不姓张吗？就按姓的开头字母排序，我永远是最后一个上台的。所以这一整天呢，我就看着一个个英雄好汉的上台了。
我才明白哈，就为什么对于白人女性来讲，这个去毛这个事儿属于就是每日的核心流程呢？就他们的毛发性质跟咱是非常不一样。咱们东方人的汗毛特点呢是颜色较深、质硬稀疏，非常容易集中突破。他们的特点呢是虽然色儿浅，但是柔软细密，花团锦簇。总之吧，反正那天在我的记忆里，他们都是乘云驾雾上去的。台上的他们是金毛的悟空，是散乱的肉松，还是夹着柳絮的春风？台下的彩铃是懦弱的躲避，是糊涂的看戏，还是远离这场宝毛的战役？反正几番轮回，几番纠结吧，我最后是彻底怂了，掉链子了，就快到我时候跑了。我跑到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个化妆品店，我本来想买的是一个就是女士剃毛刀，但是吧，你说你在厕所你啥别的没有，你汗剃它也不好剃呀。那你也不在厕所剃，你没有镜子，你在图书馆剃，你盲剃它也不好剃呀。最后我买了一个刮眉刀，这个刮眉刀虽然效果拙劣，虽然多处冒血，刮没了约定，割断了气节。我是怂包，风不解，拱完火后自己瘪。你们都知道我这个加拿大婆婆爱跟我算账要钱，那我就总输吗？我没赢过吗？我赢过，有一次我逃单了，没给她钱，她心服口服。那是我认识她11年唯一一次成功逃单。那一年我去加拿大，然后一家人驱车南下到了加州，就是 California， 准备第2天去迪士尼玩。我寻思去迪士尼就正常买票去呗，但我婆婆当时突然间就像东北社会人上身似的，那个迪士尼我有人到那儿提他名就好使，不用买票。我一打听才问明白，这个好使的人是谁呢？是我老公的2大爷的第2任媳妇的一个侄儿的前邻居。这个人叫啥呢？叫 WC。他为什么叫 WC 呢？就他的名本身特别长，他嫌叫着费劲，他就给缩写了，就 W.C， 就公共点厕所。那为什么在迪士尼提这个公共厕所好使呢？就是这个 WC 老先生啊，他今年已经73岁高龄了，但是在他40岁的时候，他在迪士尼工作的时候发生了一场事故，导致他双腿都截肢了。所以迪士尼为了补偿他这个员工呢，首先要支付他余生的这个工资，同时他可以终生免费进园玩，同时可以带一个推他入园的小伙伴。那么为了当这个小伙伴呢，我婆婆开了2小时车，就到了 WC 家。人老头正输液呢，就给人老头给接出来了，接到我们住的地方了。我当时真是挺不好意思，我跟人 WC 说，我说 WC 老爷爷真是不好意思这么折腾你。WC 说，哎呀别提了，我69岁那年认识你婆婆，之后的每一年我就是个门神，年年被她接，4年了，4年了，我一个没有腿的人陪你婆婆玩过山车4年了。她说她喜欢双腿离地的感觉，我双腿都离地33年了，我为啥要陪她享受双腿离地的感觉？我双腿离地有瘾呢。69岁就是我一道坎儿，我就等他哪年把我接来，然后直接给我送走。然后第2天就到了迪士尼，我婆婆就推着这个轮椅上坐着 WC 就往里进，但人看门的说 WC 可以免费进，推他的人可以免费进，但推他的人的限额只有1名，也不用3个人推1个人，也不是倒骑驴的。然后我婆婆就回头跟我老公说，那 I'm sorry 了，那 WC 是我的，那你俩买票吧。我和我老公呢就只能自己买票进去。然后那天阳光极足，就给我晒冒油了。我婆婆带那个防晒喷雾了，我没带，我就跟她说你给我喷点呗。我婆婆就踌躇了，然后坐在轮椅上的 WC 就看不下去了，就威胁我婆婆说 Wendy， 就看在年年我被你当吉祥物推了的份上，做个人吧，你不给他喷，明年推我进园的人就不是你。你要记住，没有我公共厕所你混不了迪士尼。我婆婆呢就忍痛给我喷了，但是回去的路上呢还是忍不住管我要钱了，说她带着1瓶喷雾今天差不多都喷没了。WC 就问他，就这个1.2米的 Chinese girl， 你是怎么给他喷没的呢？你朝他灭火了？我说行，那咋的？就1瓶喷雾的钱都给你呗。但是我婆婆很公正，告诉我不用，你就给你被喷的那部分。然后我突然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整他，我太尖了，我知道他的弱点在哪。我说温迪啊，那既然这样，咱们就走个明细。你今天喷了我几下？他说大概30下。我说那这个喷雾拢共多少喷？他看了一下那瓶上写是180喷。我说那这一瓶防晒你买的时候多少钱？我婆婆说$30。我说温迪啊，那咱们就捋一捋，1瓶防晒$30，一共180喷，你喷了我30喷，问你应该收我多少钱？咱别上武器，带电的别用，你要用珠算可以，珠算要不会咱就脑算，你算出来我就给你，而且明年 WC 还是你的，害你推的，我都不跟你争，你就算。我婆婆算了一晚上没算出来。